正沿长江向我袭来，已飞过九江观测点。你去将舰上的伤员送上小艇，一箭上岸。是。等一下，把这2样东西转交给我的叔父，你要告诉他，我没有给我的家族丢脸。全舰的水兵弟兄们，今天将是本舰的最后一战。现在我命令，是独生子或者兄弟早已战死，家中只剩一个儿子的，可以离舰上岸。前主炮没有，后主炮没有，1号炮位没有，2号炮台没有，鱼雷板没有。弟兄们，一艘孤舰肯定挡不住30架敌机的轰炸，那我们抵抗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卓选使度，破线敌机。今天我们就是要做完一件事，就是要用我们的死，让日本人知道，中国有不怕死的海军。中国有不怕死的海军。佟大哥，这2艘船怪怪的，看不出是什么型号的军舰。管他是兵是马，炮手就位，准备战斗。我々の大砲では沿岸への攻撃が精一杯です。これが正規軍相手ともなれば。日舰已进入我军射程。大人，何时开炮？邓世昌，这可不是你们在海上实习，
想开炮就开炮，这一开炮，那就是国家之战，事儿就闹大了。日军已攻入台湾，正在残杀我同胞，还分什么事儿大事儿小啊？邓世昌，开炮这事儿还真不能听你的，那听谁的？哼，听朝廷的。此次日本悍然出兵入侵台湾，意在试探朝廷的反应。臣已请英法德美各国对日本施压，迫其退兵。我看呐，最好还是别和这个邻居闹翻了。一个那么小的岛国，又那么穷，不就是想多占点我大清的便宜吗？要是为这点小事儿闹翻了脸，回头还不得没完没了的和咱们找茬闹事儿啊！哎，我看呐，赔他们些银子，打发他们回去算了，只当给几个赏钱儿就是了。遵旨。さらに西郷が偽の戦艦を使って日本のために50万両の白銀を獲得するとは、今はまだ清国と開戦す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賠償金の交渉に入ってから兵を撤退させ、しばらく様子を見てから再び台湾を占領した方が良いかと。本人是大日本帝国海军谈判特使。大日本帝国海军对清国海军的不友善新闻十分不满，但是出于和平的愿望，愿意谈判。日本认为台湾的主权归属。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在向什么人说话吗？请指教。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在中国的海面上，跟中国的海军军官说话。你们未经中国允许侵入中国领海，甚至胆敢派兵攻占中国领土台湾，以为我中国无男儿？以为我中国无海军了吗？谈判？谈个屁呀！我告诉你，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没什么可谈的。滚出去！这样，当时张先生的威名，不想竟如此无礼！一个闯入别人家里杀人抢劫的强盗，还要求被杀被抢的人对强盗礼貌些，什么混账逻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的军舰胆敢再非法入侵我中国领海一寸，就用它来迎接你们。送客！送客！艦隊は見学島出始めだ。長官、もう敵の宴会を出ました。いずれまた戻ってくる。
薛大人，再来一炮。Within the last 30 minutes, 11 Chinese warships sank.父島に信号をくれ。感服した。また会おうと。はい。Cannon 1. Start clear. Aim. Fire. Cannon 2! Fire! Cannon 4! I am ready, sir! Chen 你懂什么？这种快速炮咱们还是第一次实弹射击，要不还是你来吧。快速炮有更先进的瞄准具，应该更准。当初咱们打老式炮都能打好，你没问题。Fire! Cannon 4! Fire! Ready! 放！ 不信，好样的 ！1, 2, 3, 4, 5。睡觉去。Hey, look there! What? There's an elephant and a lion
哎，走走啊，看狮子去，走走啊，走走。哪儿呢？刘步山到。是。Polish my shoes too, boy. Hey, lads! Why is it that we just have 2? And this fellow, well, he has 3! Have a look, eh? Mr. Mike, please stop this bad behavior.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ly, sailor. They're just playing around. Have a look, eh? Funny!这是托马斯。我也这么认为。Yeah! Damn you! We can vote. It's Mr. Thomas' vote. You know, Liu Bushan, in the English fleet, when you're on board ship, we have a tradition. The winner gets to decide whose fault it is. But of course, on this ship, yes, we do have a sense of discipline and a sense of order. So I guess we can refer to Article 121, which says... Yes, sir. The punishment for fighting and scrapping to take 20 times.请进。萨真兵奉命前来报道。小家伙，今天我请你来，想向你提个请求。长官，我保证以后不再动手，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被侮辱时例外。不是这个请求，是另外一个请求。我想请你教我写毛笔字。毛笔字？用毛笔写字是一种很神秘的艺术。我以前在中国那么多年，一直都想学，但是我不敢，我怕做不到。但是那天你说完之后，我觉得很对。每一个人有自己艺术的潜能，我应该可以做好。是的，不过
这不是您上次那样，只是画出些猴子，而是会很艰苦。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一位书法家的儿子问他，怎样才能练好字？这位书法家指着院中的一个湖说：“你把这湖水全都用毛笔蘸着写完了，你的字就练好了。您可以吗？”虽然这里没有湖，但是我有海。那我们开始吧，老师。我去拿纸和笔。不用了，我以前从中国拿回来的笔、纸、墨，还有这个。还是支湖笔呢？是的，是中国的一位总督大人送的，还有中国织。哼，文房四宝，您这都全了。那我们就从画猴子开始吧。这样。哎，对，这样。胳膊肘抬起来。好。笔要直。好，先写横。横呢，一定要直，像根骨头。骨头？对，开始写，走。啊，的确像一根骨头啊，狗吃的那一种。Yeah, boy。像吗？像。像什么？像条蛇。来。那一根有点像骨头吗？够一群狗吃一阵子的了。我会练习下去的，不管是猴子还是蛇还是骨头，我会做你的好学生，就像你们做我的好学生。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你回去把舱内的东西都固定好。为什么？因为明天我们过海王角，这是地球风浪最大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感受一下。小弟，这坐都坐不稳了，你还练着哪门子书法呀？书法讲究的就是运笔的飘逸感。现在正是练字的好时机啊！还真是啊，写的是挺飘逸的。哼。外边浪太大了，不行，该你执行了。走，咱们也去。小心！
咱们就算已经进入印度洋了，当年郑和走的就是这条航线，几十艘中国大船浩浩荡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派？哎，风光不再了，咱们这一代是不可能成为海洋大国喽。下一代会有的，到那时候，中国人会再次驾着大船来到这里。那个梦想可太遥远喽。有梦，总比没梦好。哎，你跟那个托马斯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他没再找你茬吧？洋人之所以爱欺负中国人，就是因为近代我们中国人身上少了些血性。你只有把他收拾服了，他才会尊重。小弟，你看那是什么？你们看，鲸鱼啊！鲸鱼！哇，好大的鲸鱼啊！今天是周末，要是在英国，又该有舞会了。桃花潭水深浅赤，不及王论送我情。哎呀，詹妮，你真的太有语言天赋了，你的中文学得太快了，才2个多月，你就能说成这个样子。你收到了等大哥的信吗？还没有，他们已经走了85天了，差不多这2天就该到了。小美，我知道你是喜欢他，成熟的男人总是容易被女孩喜欢上。每个女孩都有过暗恋，空空的，傻傻的，不要影响你太久。哦，孩子们，你们都在啊！德国铁甲舰的资料我都已经校对过了。好啊，国内刚来电报催过呢。这种铁甲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了，得鼓动朝廷下决心把它买下来。表哥要知道，他肯定开心死了。啊，不馋他们实习的军舰即将到达美国，都跑到美国去了。小弟，你看，哎，你们快起来，快起来，出来看看去。看什么呀？你们看，你们看，黄龙旗。是中国人。救火！哎，不成！江里呀！哎，你们头上的辫子呢？都剪了，脑袋上留着这么个怪怪的东西，实在丢人，让人瞧不起。让他滚蛋了啊！那你们这可是触犯了大清王法呀！哎，我觉得倒挺好的啊，只要咱们都别说出去，国内当官的不知道，那也就没事儿。走，都安排好了，咱们都知道，海上长途旅行之后最想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都自我介绍一下，从你开始吧。我叫黄建勋，来自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现在在美国军舰上实习。我是蔡延干，哈德福德公学。宋文慧，麻省理工学院。沈寿昌，诺维奇学校。我叫唐绍仪，来自哥伦比亚大学，
我叫詹天佑，耶鲁大学。诸位，这位詹天佑同学学的可是数理化，可他最爱的是火车，天天琢磨火车，口里念的是火车，梦里梦的是火车。我看呐，他回国后干脆造火车得了。各位同学，我们还有课，就先回去了。对了，前面有个咖啡馆不错啊，马克吐温，他经常去那儿。马克吐温？对，是吗？那咱们可得去尝尝。马克吐温可是世界名人啊，咱们在他坐过的椅子上沾点仙气儿，也许将来也能成为名人啊。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这人太多了。Hello, gentlemen.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A bottle brandy and 4 beer. Thank you. Okay, wait a moment, please. Hello, Chinaman. Oh, don't worry. Today I'll be paying the bill. Okay, welcom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Today I'm having a drink with this fellow. What? You afraid of a little drink? What about that big knife? A nice little slash right up here and there, and then right up your bottom. Or the big tail. Cut off. Mr. Thomas!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is is between him and me. Steady!
哈哈哈哈哈！行了，我听你。没事吧？上次我请他喝了那么多的海水，这次我当然应该喝同样多的白兰地，扯平了。不禅，你们下面还要去哪儿？舰队行动要经大西洋返回英国，然后就是毕业典礼了。那没准儿我们比你们还要先回国呢。你们不是还要在这儿读3年吗？朝廷听说我们在美国剪了辫子，大怒，说我们忘了祖宗，跟洋人学坏了，要把我们全调回国了。可笑，一个国家培养科学人才的大事儿，岂可因为区一条辫子而废止？迂腐落后，固步自封，中国早晚毁在这个毛病上。咱们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完全照着西方的路去走，恐怕还是走不通。无论怎样，中国就咱们这些出来接受了新思想、开了眼界的人，如果咱们不担负起强国之责，那谁来担？望诸位同学努力，共勉，共勉，共勉。抓住！抓紧！抓住！
Attention！ 小家伙，你的骨头没问题，不会影响到你教我写毛笔字的。In honor of your courage and spirit, Admiral Laura Shun has decided to present you all with a special award for bravery. Congratulations. 过了大西洋就到英国了，咱们这次整整绕了地球一圈。也不知道邓世昌他们怎么样。临离开美国时，我给邓大哥发了封信，告诉了他我们在美国聚会的事儿。一等翘首以盼，共驾铁甲去见，重逢云鬓将至鬓。大人，我想借您这本书看看。可这是本英文书啊！我想学英文。好，有出息。我想学会用英文写信。给詹妮。我上个月写了一封，但没敢寄出去。为啥？怕丢人，上面的字全是问人和查字典凑上去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查字典？你这中文才学了1年多，连英文字典也敢查了？什么动力这么强大呀？来给我看看。我不好意思给您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放心，我替你保密。来给我看看。哎呀，行啊，会写情书了，还是英文的。哎，你这封信啊，幸好是没有寄出去啊，要是寄出去了，他也收不着。啊，你看这儿，这写错了一个字母，这可就寄到南极去了啊。这真难想象，这南极的企鹅要收到一封中国水兵的来信，会不会游过来找你啊？啊？行，去，把纸和笔拿过来，我替你写。那太谢谢了。不过。写归写，就是礼貌而已，别太当真了，不现实。留着这个美好的感情，埋在心里就好了。明白。说吧，想说些什么？先问他好。我亲爱的詹妮，大人，用“亲爱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英文写信对一般人的称呼都是这样，是礼貌，跟咱中国字男女之情不一样。哦。接着呢，还要说什么？自从分手之后，我时常想起他。有一次，我在甲板上，我走着走着，撞到炮口了。邓大人问我为什么走神了，我当时没敢跟他说，我在想你。
哦，我说你小子怎么那次那么笨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每天都看。我把它藏在枕头里，不敢挂在墙上，因为我怕弟兄们会笑我。哦，对了，我的伤口已经好了，但是留了一些伤疤。我很高兴有这些伤疤，因为每次我一摸到那些伤疤，我就能想起你在家中给我上药的情景，还有你听我吹竹箫的情景。我时常做梦回到那个地方。有时我看着天上的海鸥，我就想，我要变成海鸥就好了。我就飞呀，飞呀，飞过大海，去看你。蒙大人，人非草木，万物有情啊。就说这些吧，大人。好了，最后再说一句，要说就说，我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但是我不会忘记他的了。好。对一个人的爱，不一定是要得到，而是要永远的留在心里。邓大人，您也是这样的吧？我？好了，落款吧。你的，大卫。我是他的。对呀。You 啊，你的，大卫。这为什么？这也算尊重妇女吗？这是英语的礼貌。不明白，我成了他的人了，还是礼貌？小妹，小妹，来信了，来信了。是你的，是我的。都是一些什么话呀？这么快就把你给打动了？是一个很诚实的信。你怎么不打开看呢？我其实不打开也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无非是叮嘱、关心、好好学习、注意身体什么的，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一点感情色彩不会有吗？不会的，能来信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也很满足。
这说明我在他的心里边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位置。他就是我的一个大哥哥。皇上的琴技大有长进呐！自从德国皇上送了这架扬琴，皇上就天天玩。皇上，该用早膳了。啊，端进来吧。哎，这平日早膳都是3只鸡蛋，这今天为何只剩1只了？皇上，您下过旨，说要节俭宫中开销，这1只鸡蛋就要10两银子呢。哦，皇上，李中堂已在外等候多时了，让他进来吧。皇上，中国只要有了铁甲舰，才不会被洋人欺辱，才可保大清万代江山。这2艘铁甲舰一共要多少两银子？一共280万两。哎，如今市面上这鸡蛋多少钱啊？鸡蛋，1两银子800来个吧。啊？那朕这个鸡蛋怎么要10两银子一个？宫廷御膳内府采购，臣不很清楚。朕这就去禀报太后。李鸿章的折子我看过了，要买洋人的大兵舰，确实要花不少银子。如今不如前朝了，大清想挪腾出这几百万两银子，可是不容易呀。可如今不在海上摆上几条像样的兵舰，谁都可以随随便便的爬上来咬咱们几口。连小小的日本国都敢租条洋人的商船，装几门炮打上了台湾。要想看好这份江山社稷，也只好学洋人的办法，买些洋枪、洋炮、洋兵舰什么的。亲爸爸圣明。再过些年，你就要亲政了。大清祖训有个规矩，各代皇上，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孩儿牢记，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中堂大人，从美国接回来的20名学生已经到达上海。你去起草个折子，把这些人分成3批，一批留在北洋水师，一批派往福建水师，让他们在海军尽其所能。这最后一批嘛，让他们去开办电报和铁路去吧。是。你去办件事，请中堂大人示下。去帮我打听一下内府买鸡蛋的事。新国に送り込んだ諜報員からの報告によると、新政府がアメリカから呼び戻した学生の大半が福建艦隊に入隊し、さらに当清将を福建艦隊から北洋艦隊に転属させました。日本海軍の敵がますます力をつけています。邓大人，您昨天刚收到调令，今天就要走。你小子留在这儿，来争口气，别给我丢人。
邓大人如我再生父母，您放心，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是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男人。当初我把你留在军舰上，就是相信我这双眼睛不会看错人。一个男人，不要因为身份的低下而瞧不起自己，也不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上等人的模样去蒙骗别人。作为一个军人，能做到不赌、不嫖、不吸鸦片、不自私，战场上不逃跑，在当今这个朝代，你就算是一个好军人了。表下牢记。可我这一走，写信这事儿可得靠你自己了啊！英文要坚持学，知识这东西，你不吃苦去学，你就是个无用的人；你下功夫学了，你就成了有知识的人了。自从跟了邓大人，我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做人，怎么做男人。英国那边回信了吗？啊，前2天刚收到。珍妮也在学中文了，她信上都是用中文写的。真是太有意思了啊！这感情这东西实在是力量巨大呀。我昨天又写了一封给他寄过去了。你自个儿写的？啊。我还真难想象出你会写出什么样子。我用中文，用英文，实在表达不出来了，我就画画。反正他应该能明白。能让我说什么呢？男女之情，隔得又是那么远，一封信来回要半年多。写吧，其实你俩这信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中堂大人，这是内府的账目样本，是标下设法临摹下来的，其中处处有假。例如大人所说的鸡蛋一项，这市面上的价格为10个铜板1斤，那1两纹银就可购得800余个。这采购太监和商户相互勾结，入账时就变成40个铜板1斤，那1两纹银也就只能购得200余个。这采购太监从中得回扣30%，而进入内府管账太监之手时，则加价为1两银子10个。这内府从大内太监到上下人等层层分成，集体贪污，而皇上和太后足不出宫，无以知道宫外之实情。皇上也许不知，太后就未必是不知了。表哥他们要回来了。要回来了，是已经回来了。太好了，他们在哪儿啊？今天早上是我去接的码头，约好了今天晚上过来吃晚饭。我们回来了！变成大姑娘了，越变越好看。吃，我要吃！小弟，这半年多，好像你们一下子都不是小孩了。那当然了，整整绕地球一圈，又是赤道又是北冰洋的，还差点到了南极呢。咱们当海军的，不想当爷们儿都不行。臣啊，李中堂来电，要小弟伯谦他们先回国去，你和林履忠、邱宝仁去德国。去德国？是去接收新的军舰吗？对，李中堂在德国订了2艘7300吨的大型铁甲舰，你们呢去验收，并把他们嫁回国去。中国终于有大铁甲舰了，7300吨呢，世界一流啊！威震东亚，扬眉吐气。
有了这2艘大舰，中国才算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军就是一支海上打击防卫力量，是一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海洋上作战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在岸边上窜来窜去，连海盗船都不如。中国海军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告别在海上任人欺辱的历史。明天，维多利亚女王也要亲临毕业典礼现场。真的？真的。我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Attention! And the award for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goes to Liu Bu-chan! Yes, sir! Congratulations, young man. I should thank my teacher and also your highness. Are you Chinese? Yes, I am. Oh, a massive nationality indeed. China is a great nation. And we hope that your country can rise abov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past. First, we need to make it a strong country, so no one bullied us. And we also hope that the situation of 40 years ago will not happen in the future. But how could it, when our countries entirely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success? Also, there is a feeling.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And with people like you, that future is entirely possible. The future that I can see has China on the rise. Thank you very much, respectful Queen. 詹妮，小妹，想和你商量个事儿。我一直在到处找你，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回国了。本来郭大人想留我在驻英公使馆，可是我想了很久，我的心在中国，那儿有我的亲人们，而且我回国后，我还可以在香港就职，舅公也在香港开了个商行，也有意让我回去帮着经营。而且这次大哥哥他们也都毕业回国了，我更感到将来的孤独。我理解你，你的感情就在那里。你是我最亲的朋友，离开英国，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我也舍不得你，小妹。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去中国啦！是真的。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从听到他的时候，我的父亲的朋友是《泰晤士报》的总编，他们要在香港开一个记者站，正在招募记者，所以我报名了。太好了，我爱你，詹妮。我们要给表哥他们一个惊喜，我们要给全世界一个惊喜。孩子们 You are ready to take charge of the fleet. Once again, the world has its biggest warship. The Dynasty is in the front line. We all remember you. I hope you come back to be our consultant. Thank you. I will think about it. Before I leave, 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In the British Navy, there is only the rules. Captain of the ship, defeat to the last man. I remember. I will be the last man standing. All that's left for you to do is to learn to trust your own judgment. The world is the conflict place. There will always be fight. 我祝中国海军好运。从英国毕业回国时，我们充满了建立一支中国自己的强大海军的梦想。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灾难距离我们的祖国已经越来越近了。薩津氷、彭八賢らも清国に帰国し、北洋艦隊に入隊しました。劉武仙らはドイツへ向かいました。新政府がドイツで注文した2隻の大型戦艦が間もなく完成されます。大型軍艦か。現在、世界最大級の戦艦です。巨舰，真是巨舰。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There are 4 main guns. Crump 305mm. Any ship hit with these, and they'll be blown to pieces. These shells explode on contact, making them 1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ny ordinary shell. This cannon. This is a 2-carrier torpedo, and the new ship will be completed. 小妹，表哥，你们怎么来了？我想当一次海鸥。海鸥？我们想搭这条船回国去。回国去？你们俩呀？我请公使大人写了封给你的信，特准我们搭船。好，咱们一起驾驶中国最大的2艘巨舰回国去。按照邓市场先生的说法，我要在大海上找到哒哒哒哒哒跳舞的感觉。好，这回让你跳个够，3万里海路呢。来，给他们拿上行李。是。郭大人收到国内的来电，中国和法国已经开战了。啊？2国一旦开战，会不会影响咱们这2艘军舰回国的计划？公使大人也是担心这事儿，他让我特别叮嘱你们，说如有可能尽早走，怕万一德国方面有什么变化，就走不成了。我马上通知水兵做好出航准备。幸亏这次从国内调来了几百水兵，赶回去。如今我们也有大军舰，看谁还敢再欺负咱们。这大清刚安上几天呢，法国人又打进来了，先占了越南，
又想占台湾，你说这仗该打不该打呀？啊，说话呀！太后，臣以为战则难以取胜，不如先答应法国人的条件，赔上些银子，暂渡难关，以图后起。启禀太后，李鸿章误国呀！李鸿章用了我大清上千万两银子，练海军、买军舰、造炮台。可是真到了国家有难之时，却赔款求和，天理不容。太后，李鸿章夸大法军实力，实际是自毁我大清国威。我大清乃是东方第一大国，有雄兵100万，1万臣民敬仰朝廷，敢为国家奋勇献身。别说他法国只有10几条兵舰，就是他全国人都来了，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淹死他们。赔款求和，断渡可取。好了，你的忠心可嘉，但是洋人的大兵舰有多大的威力，我想你们这些当朝的大臣不会忘记吧？李鸿章，你还有什么说的？太后，国家用兵不能只凭一时的忠勇，因为一旦战败，我们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和时间才能缓过来。目前的局面，战则无胜利把握，不如利用外交手段。如今中国就像一块肥肉，列强就像咬住这块肥肉的一群虎狼，其中哪个多抢了一块，其他的就等于少得一块。所以利用其利益之争向法国施压，以不战之力迫使法军停战，才是当前可行之法。我最担心的是法国人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从天津大沽口爬上岸。臣早已将北洋水师布置在那里了。另外，咱们不是在德国新买了3艘大兵舰吗？急令他们速速启程，回国参战。都准备好了吗？大人，镇远和济远回复我舰信号，他们将跟在我舰之后，顺序出港。起锚！接缆，舵车，前进1，绕舵！刘军文，港舰发来旗号，命令我们停船。刚才不是已经发出准许离港的指令了吗？不知原因，只是命令我们退回原位等候。停船！皇上，李中堂紧急求见。让他进来吧。德国刚刚通报我国，说中法已经开战。德国作为中立国，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支援，因此我国在那里建造的定远号及镇远号以及新建的济远号都被扣押在德国港口，不许回国。什么？那是我们自己买的军舰，我们为何无权调遣？国家不强，在谁那儿都无理可讲。亲爱的詹妮小姐，自从邓大人调到北洋海军之后，我就在薛大人手下干了。薛大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很好。现在法国军队正在入侵我的国家，邓大人在时给我们讲过，
说西方人用大炮欺负东方各国，说到底还是为了抢咱们的财富。弟兄们，正后卫，法国人来了！瞄准！大人，打不打？发来总督大人指令，不许先开炮。中法早已宣战，可敌我舰队竟同泊一江，战事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先下手为强，与炮台一起突袭敌舰，一举歼灭。臣以为，与其拿银子赔款求和，不如拿银子作为军费与他们打上一仗。开玩笑吗？这不是？现在这是两国正在打仗，这陆地上已经打得难解难分了，这海军怎么可以同步一个岗位？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这简直太离谱了！这简直是太离谱了嘛！最起码也要把军舰分散到各个有利的位置，卡住出海口，抢占主动嘛！咱们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南下支援。不过，李中堂把我们留在北洋，就是担心法军从大沽口进攻。也不知道步禅他们怎么样了。再早一天就开出去，一到公海上，谁都拦不住我们。这下子可耽误大事了。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孤悬海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等于是被囚禁着。如果我们强行冲出港去，他们能怎么样？敢开炮打咱们，派军舰拦咱们？这儿是外国的领土领海，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是的，德国人都很死板，说好就照着去做，没说好就一定会组织。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是德国人，很死板，很严谨，吃饭都要做的，比着吃。德国的理由是中法正处在战争状态，而他们呢是中立的态度，不允许中国人驾着中国的军舰回国参战，是吧？正是。那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钻他的空子？那你倒说说，有什么空子可钻啊？假如现在我们把条件给它变一下，那德国方面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思维呢？怎么变？他们认为中国人驾着中国的军舰回国是参战，影响了他们德国中立的身份。但是如果是德国人驾着这两艘船开出去呢？找一些理由雇佣德国船长，比如詹女的朋友的爸爸之类的。有门啊！这样一来，这就变成了一种商业雇佣关系了。这船是咱们买的商品，雇佣航运公司从卖方运回买方。咱们得好好商议一个方案，这里边涉及到一大堆法律条款呢。我的德国的朋友的爸爸也有当律师的。你朋友的爸爸们真是太可爱了，咱马上就干，把这个计划报给公使大人，协助他们。大人，法军在这儿已经这么多天了，咱们的炮口顶着他们的炮口，这么近，谁先开炮，谁准赢。是啊，就这么熬着，人都快疯了。万一谁先打起来，
甚至是走了火，都会马上爆发一场大战。谁晚一步开炮，谁就会被击沉。那大人，这朝廷在想什么呢？知道咱这儿那么悬吗？听说朝廷正在和法国人谈判。Gentlemen, we are leaving tomorrow.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navigation process, those 3 ships will be on my side. You have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No problem. I agree with you.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ll of our crew members will be served Western food, and also have a day off during the week according to German labor standard, and off duty on the national holidays. Okay. No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plan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ship, I apply for clearance. 先生，港监发来旗号，同意您船出港。祝顺风。Set sail. 还有300米就可以出港。Ladies, gentlemen, we have to leave the port. The distant voyage has begun. 太好了，珍妮，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朋友的爸爸们，谢谢。现在就看福建水师能不能坚持住了。大卫，有什么动静吗？大人，没有动静，只是有一只咱们的小艇开到了敌舰旁边。哦，那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给法军送去了当地的特产和食品，以庆祝光绪皇上的生日。这么说，这仗是打不起来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总督大人不知道，皇上不知道，太后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Commander, the envoy sent an urgent mail to you. Read it.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inks that they should give China a heavier attack so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pay a higher compensation to you on the negotiation table. Hence, order you to prepare the attack immediately and set sail to the Fujian Navy and prepare attacks immediately. 法国人一面愿意跟我们和谈，一面又攻打台湾，现在呢又入侵马江，拿我们大清不当个东西，现在逼得我不得不打呀！我可不愿意大清的江山在我这儿丢了，打就打到底。太后英明。开战可以，但是不可以先开炮，免得法国人得了理。詹妮小姐，今天是第40天了，我们一直这样与法国军舰停在一起。上边传下来太后的圣旨，决定以法国开战。但又不许先开炮。我是个兵，不懂国家大事。
但我觉得太后一定是老糊涂了，因为我们这双方紧挨在一起，谁先开炮，谁马上就会把对方击沉。太后让我们不许先开炮，那不是还没打就已经死定了吗？这个老糊涂，算是把我们坑了。大卫，你在写什么呢？大人，写信。是啊，昨天我也给家里写了封信，就算是遗书了。遗书？大人，这仗还没打，您怎么就写好遗书了？这仗还没打，就已经输定了。刚才总督大人派人去给法军送上了一封开战信，约好后天下午2点正式开战，请法军做好准备，同时开战。我也算是去过美国，走过大半个地球的人了，就从来没见过如此离奇的战争。在这么一群蠢官的手底下当差，你说，咱们还能活下来吗？ Dear captains,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given the command to us to destroy the Fujian Navy. We will launch the attack tomorrow. Each ship has assigned a clear target and must destroy it in the first round of artillery. Commander, China sent us a declaration of war. We have been challenged to a war 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t 2 o'clock. What is this supposed to mean? It must be a conspiracy. They're gonna let us wait. They want us to be prepared. Wait f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battle. And then they will attack. They treat us like a kid. We stick on our plan and start to attack tomorrow morning. Dad, 你看。巴西号给我军各舰准备战斗。是。起来了，起来了！上炮位，上炮位！谁让你们准备战斗的？啊！是我，大人。您看，法军已脱掉炮衣，正在瞄准我舰。那又怎么样？朝廷早就有令，可以开战，但不可以先开炮。就算是打起来，也得让他们先开炮。大人，敌我双方离得那么近，根本不用瞄准，谁先开炮谁就能胜。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打了，总督大人又向敌舰送去了开战书，为什么不抢先开炮打胜仗呢？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炮手。炮手？你一个小卒子也敢抗拒朝廷的圣旨？吃了豹子胆了？来，给本少爷抓起来！我为了中国不打败仗，有什么罪啊？什么罪？那本少爷就告诉你，这大清国是朝廷的，不是你这等草民的。先开炮还是后开炮，能由你说了算吗？大人，事情明摆着，法军已经准备开火了，我军万万不可犹豫，必须抢先开火，只有这样，我军才有获胜的可能。薛有福，你在美国读了几本洋书，就把祖宗的诚信2字给丢光了。我大清那是天朝，仗要打得堂堂正正，说好了明日下午2时开战，就言之有信，让洋人感觉到天朝的威严，不战也可以征服对方。对侵入我国领土的敌人，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大人，敌舰正在起锚。大人，这是准备进攻的行动。大人，敌舰各舰已经生火，来不及了，
各后就位，装填实弹，准备战斗，瞄准敌舰。大胆！薛有福，你敢扰乱军心！来人，连他一起给本少爷就地正法！斩！禀大人，总督大人有令。什么令？命您派一艘小艇，把这封信送给法国人。总督大人说，由于我军岸上炮的弹药还未配齐，明天来不及开战，特请法军给予理解，将开战的时间再推迟1天。好，推迟1天好。快，派小艇把这封信给法国人送去，好好跟他们商量商量。是。天底下有病死的，有饿死的，有被杀死的，千千万万种死法，没见过笨死的。朝廷能派出你们这种傻瓜来指挥打仗，中国不打败仗都见鬼了！住嘴！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朝廷？呸！就你们这个腐败的朝廷，早晚会把中国带到绝路上去。骂得好！才以小兵一心报国，竟遭你这个小人陷害，我们全毁在你们这群笨蛋手里！斩！斩！快斩！快斩 Look, a Chinese torpedo ship is coming to us. They start to attack. 快斩！李鸿章，臣在。咱们的铁甲舰呢？大人，前方发现珊瑚礁群，到万里食堂了。咱们已进入中国的领海。珍妮，珍妮，珍妮，快到中国了！你看见娘，那儿那块暗沙，那儿就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中国古代汉朝时叫齐头，宋代时叫万里食堂。从这儿算起，咱们就进入中国了。到了大陆会更美的，地里是黄黄的油菜花，江中飘动着白帆，水田地里是慢腾腾的水牛。到了家里，咱俩还住一个屋。大人，镇远在发紧急灯光信号。刚从外轮得到的消息，福建水师11艘舰船全部被法军击沉。福建水师是他那里吗？鸣炮！中国的铁甲舰回来了！
前面就快到福州了，咱们离开了4年的家乡。回舱吧，收拾一下东西，该下船了。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大卫，现在可以用汉语和你说话。我坐了很远很远的海线，我赶到了，但是太晚了。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到家以后，好好陪陪他，出去散散心。我们原本打算再玩2天的，可是现在只好转船先去香港。你们的船还要开到威海去吗？是的。见到邓大哥，把这封信带给他。舅公会来香港接我们的。我军务在身，就不能送你们了。爱护好这几条大船，争口气。就冲着这水底下11艘舰船，还有这700多名将士，老子也得争口气。马江一战，我堂堂大清水师，竟不到半个小时就全军覆灭，连1艘敌舰都未击沉。要不是冯子材的陆军在镇南关打了个胜仗，我大清不知道又要赔多少银子，失多少国土。你们倒是给朕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皇上、太后，此战我军以11艘军舰，法军不过才7、8艘，相差并无悬殊。本应先发制人，与炮台一起痛歼法国舰队，可是我军一拖再拖，痛失战机，其中责任完全是因为李鸿章推行什么洋务外交，企图让洋人出面制止法军的入侵，完全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李鸿章手握北洋水师兵舰，坐视福建水师危难，拒绝南下相助，实属临战畏缩，还大清军规当斩。禀皇上、皇太后，可否记得臣战前所言？法军用的全是铁甲舰，福建水师全是木质船。法国海军是世界第2的海军，有几百年的海战经验。至于北洋水师没有南下相助，更是毫不懂得战争之理。法国在远东仍有10余艘战舰，一旦突袭大沽口，兵锋直指京师，威胁皇上、皇太后的安全。好了，马江之败也有我用人不当之处，临阵脱逃的那些总督什么的，都已经全部拿下。与其说在这儿窝里斗，倒不如按李中堂的说法，
抓紧时间，力图自强。不管怎么说，今后再有打仗的事儿，务必要慎重从事。谢谢瑞大人，给李鸿章一个表述的机会。中堂大人如今深得太后的欣赏，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今天照在你头上呢，也许是暖洋洋的太阳，可是明天也许就是霹雷了。不错，有阳光就有阴云，有阴云就有霹雷。问题是，霹雷会落到谁的头上？天下人都知道，中堂大人那点洋枪洋兵剑，可是花了大清的不少的银子。中堂大人可是捞足了油水呀。再往下，还有什么洋玩意儿要弄进来呀？还偏偏让瑞大人说对了。近日就有一批洋人以海军顾问的身份就职于北洋海军。哦，那就恭喜中堂大人了。与洋人搭伙，那就更好向皇上要银子了。哼，请。我的孩子们，我又回来了，迈克先生。我们一听说有洋顾问要来，大家就猜到底是谁呢？我们一猜呀，就是您，因为您是中国海军的老朋友，李中堂一定会请你的，可不是吗？迈克先生是我们海军学院的老师，一起带我们上届实习，又走遍了全世界。如今咱们都当上舰长管带了，那当然还是迈克先生来当我们的顾问最好了啊！我教了你们那么多年，真的有很多感情。能在迈克老师的指教下，我北洋海军定能越发强大。小家伙，这次我要给你交上一批作业。作业？我要老师给我打分呢，看我能不能及格。啊，我忘了，这次我给你们带来一个人。哈哈，洋胡子 ！How are you, friend？ 你怎么来了 ？Well, come here, you. Ah, come here, eh? Mr. Charlie asked me, do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I says, of course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Of course he asked why. I says, I want to come to China, wrestle with little brother. But I won't be having another competition with him. Oh, he drinks like a bloody fish. Ugh! It's just too scary. 走，咱们先去休息一下。Let's go。不，最重要的人还没有出场呢。还有谁呀？你们猜一猜。谁呀？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最尊贵的客人吧。小妹，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麦克他们先来的香港，我和詹妮去接的。有搭船的机会，我当然要过来看你们了。哦，对了，詹妮本来也想来的，可是她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哎，她现在啊，在《泰晤士报》驻香港站就职了。现在咱们这群人又凑在一起了。走！不，请再等一下，还有客人啊。嘿嘿，我去看看还有谁藏在里边儿。
去。启禀邓大人，刘军门下来帖子，请各界管待赴宴，为杨顾问洗尘。放那儿吧。帖子是专人送来的。不就吃个饭吗？还派专人送啊？放下，让他走吧。邓大人，标下不敢让他回去。为什么呀？